日后你有信心超越他吗？有。哈哈哈哈哈哈！谈判到现在，他们还这么严苛，真的不考虑跟宇宙第一银行合作吗？还这么严苛，真的不考虑跟宇宙第一银行合作吗？再等等。虚拟宇宙公司答应了经营自主权的要求，并且给到了净资产8倍的报价。太好了，不过按照当前平海的净资产，只能算是其3级子公司。要想被吸纳进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平海必须得升到2级。这2级子公司的净资产得达到10万混元，都能买下上千万颗地球了。平海若是能得到虚拟宇宙公司重视，日后地球就可有更多倚仗。我们可以做到的，一路走到这儿，不已经充满奇迹了吗？自此，我开始跟随真眼王修炼，苦心钻研空间法则。这些年里，虚心靠公司经营收益，购置大量高科技设备改造地球。如今，地球生态已完全恢复，人口大量增加，只有重组母巢的威胁依然存在。好在重组母巢100公里内已是封闭禁区，且有实时监测，期间2次毒气喷发并未造成伤亡。在极限武馆的开拓改造下，火星已恢复星球磁场，形成适宜人类生存的大气环境，而月球将被开发为未来粮食生产的太空基地。众宇宙奴隶曾于危难时保护地球，如今我也有能力守卫家园，便兑现承诺，解除了生物芯片，资助他们返回家乡星系。但仍有许多人选择留在地球安家，而白卡罗、敖古、蒙伊早已融入了我的家庭。二哥得到卡布借出的传承，已修炼至恒星级9阶，正为突破宇宙级做准备。大哥长期闭关训练，只偶尔发邮件报平安。大家都在尽其所能努力前行。我更不该有丝毫松懈。20年一晃而过，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对宇宙本源法则有了更深的理解。离开前，我打算再闯通天桥第5层，若能获得参悟机会，便可在离开后慢慢吸收。天神兵第4招，大巧不工。是天神兵第5重，空间切割。但第5重可不一定比第4重强。9重结合，循环一体。
光是勉强维持金柱形态，念力就被消耗了近3成。我明明已将玉帝荼悟透，为何还如此被动？原来是这样。我虽悟透了9个玉帝，却未把整幅图视作整体。图腾金柱将剑之领域完全包裹在内，实为大强不公，蕴含的正是空间法则的合一之道。鱼儿在海中多顺水而游，但罗峰已经能在宇宙空间这一海水中，通过影响海水来压迫对手了。从顺空间到影响空间，是了不起的进步。是空域的呀，为什么我跟罗峰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平均30届天才战，才有1人能在混沌城期间就通过第5层，而此人还不一定选择9羽混沌杯。这罗峰还真是你们9羽一脉千万年都难得一遇的好苗子。我来通过第6层。若不是他选择了最艰深的宇宙混沌杯，钻研时间空间双法则，应该早就能闯过第6层。老师对我的期望，只能日后实现了。博兰确实是天才，我会超过他，但不是现在。我扫描了好几遍，找到的刻录笔记像素度最高也只有72%左右。一个人的笔记不会轻易变化。我明白了，笔画的微妙变化是在体现他对混沌杯感悟的加深。从他最后的刻录文字与图画两相对照可见，画中每颗雨滴所蕴含的意境，都被炼落通过笔画表达出来了。如果说9羽混沌杯是在阐述本源法则，那么文字刻录就是在解释如何应用。他并非轻狂自我，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指引后人。我要抓紧时间领悟。连续闯过2层通天桥的波澜，依旧终日苦修。荣勋又得到宇宙国主的垂青，后来居上。而我虽然有炼落的刻录文字作为参考，但没有飘雪正文的帮助，终究进度缓慢。要闯过通天桥第1层，我必须另想其他办法。他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一直在看刻录呢。波兰，你也是来参悟的？不，炼落的心得体悟不适用于我，这是3000年来一心潜修的沉着心性，值得一学。
虽然他有着天才战总排名第1的头衔，3000年来也不乏被赶超、被轻视的经历。为了不落于人后，他恐怕体会了不少艰辛。体会艰辛，体会艰辛毋庸置疑，但他的出发点未必是与他人比较。我想，炼洛不是为了外部评价而改变行动的人。他之所以能一心潜修，是他只将自己作为对手。毕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波兰与炼洛同为天才战第1，他对当年炼洛心境的揣摩，或许比我更为贴切。你若想另找提升方法，不如去城外闯闯看。城外，九剑尊者提过混沌城有3宝，而其中的第3宝就在城外。兽，宇宙在初始状态时孕育出的奇异生物，将其核心吸入体内，有助于加快本源法则的领悟，故而又名混沌城第3宝。原来第3宝就是混沌兽。还有最后一句呢。祭出城门，生死自存。哎，这有生命危险。嘶吼声，好强的穿透力！好像是附近星球传来的，宇宙里也能传声？不对，这嘶吼声直击灵魂。能发出这等嘶吼的生物，实力绝不简单。难道？龙峰，你得小心，我们这一届已经有不少人被混沌兽杀死。我和乌卡也是好不容易从兽群之中把龙云带出来的。一个让修炼者参悟的圣地，为何盘踞着这么可怕的存在？显然，这是虚拟宇宙公司为了不让手下成员怠于修炼，给予的生存压力。你在城外恐怕不会受到保护了。龙云身受重伤，那我如果只身冒险，恐怕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若风，外面危险，你先等我们。不了，我一个人去。陆风，陆风！不与他人比，只与自己比。波兰说的没错。回想以前，不管有什么凶险，我从未退缩过。我可不能输给过去的自己。对，从那儿传来的，是我的错觉吗？感觉那颗星球周围特别黑。混沌兽。靠近后，感觉嘶吼声更强烈了。啊！
抓住破绽，威胁性命。将我参悟混沌碑时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完美还原出来。这就是混沌兽的核心了。元核作为3个身体的共同核心，在吸收混沌兽力量后，会令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对金之本源法则和空间本源法则产生更加清晰的感悟。人类身体虽略有不及，但也在蜕变中。要独自面对混沌兽群，难怪众多天才会折戟于此。但是，我有必须应战的理由。更进一步的魔蓝，仅有荣军和加莱西闯过第1层，不知谁会是下一个通过者。你终于来了。加莱西刚闯过第1层就张扬起来，也许是天才战时期被罗峰击杀过，怀恨在心吧。最近他一直强调自己现在能轻取罗峰。这是通天桥的实时测试数据。罗峰，眼神兵第3重，天剑式。施展的灵活，但我能利用领域强化眼神兵的威力。罗峰闯过第1层了。加莱西，你现在还觉得能轻取罗峰吗？既然我能先他一步通过第1层，那第2层也会如此。
西想和你比，谁能更快通过第2层？帮我回绝他，比试反而会打乱我的节奏。除了正文，还有一段附赠留言，应该是系统甄别到你购买飘血之后自动发送的。飘血秘法开创者炼洛，是我真眼子授课以来天赋最为出类拔萃的弟子。自他陨落于魔山后，我便将炼洛开创的飘血秘法尽数整理完成，共计110册。炼洛深蕴，我指望他的毕生心血能流传于后世。你愿依照建议购买飘血，我深感欣慰。望你今后勤加修炼，让秘法传承不断。留言对你依照建议购买飘血的行为表示欣慰。看来当初匿名邮件的发送者就是真眼王。亲自为炼洛前辈整理秘法，又在之后热心提点新人，只为将弟子的秘法流传下来。这是师徒2人的共同心血，我一定不能辜负。在飘血的帮助下，我对第1幅图的理解更深了一层。看似复杂的电脑编码，究其本质，也就是2进制代码。同理，宇宙本源法则在飘血的剖析下，分解出了108种玄妙。它就像是108进制代码，是构成本源法则的根本。我与分身同时参悟，提升会加快，但总体进度仍旧缓慢。歇歇吧，要无头胎至少要千百年。重组母巢不知何时会苏醒，我能做的只有不断参谋。